在太玄门的山门内，人潮汹涌，数万有天赋的人聚集。这场选拔将持续7天，每天都有大量人涌入，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。叶凡对此感到震惊，觉得这比皇帝选妃还要严格。姬子月解释说，太玄门曾是东荒前100名的超级大势力，历史悠久，实力雄厚。叶凡不禁对姬家的势力感到好奇，姬子月则谦虚地说，即使是他也无法完全了解家族的底蕴，大多数人尝试穿越，却因无仙缘而被传送回来。叶凡第一次尝试时，因为封闭了神力波动，也被送了回来。姬子月对此感到惊讶，因为叶凡的体质非常强横。叶凡意识到问题所在，再次尝试时成功通过了仙门。最终只有几千人通过了初选，他们分别前往108座主峰寻找自己的仙缘。姬子月和叶凡选择了一座荒凉的主峰，希望能找到传说中的神秘古法。尽管这些古法已经没落多年，但他们还是决定碰碰运气。虽然是108座主峰之一，代表了一种强大的传承，但是看样子似乎已经彻底没落了。此地太荒僻了，连个守护山门的弟子都未有。叶凡感觉难有收获。姬子月轻抚着自己的小脸，眼中突然射出2束神光，仿佛能透视一切，开始仔细观察前方的主峰。他提到，这座主峰曾经辉煌一时，但500年前因为一场与瑶光圣地太上长老的较量而双双陨落，导致传承几乎断绝。叶凡对此感到疑惑，不明白为何还要来这里。姬子月解释说，太玄门的每座主峰都像是一部自然形成的经书，即使暂时没落，总有一天会重现辉煌，传承也会随之重启。叶凡好奇地问姬子月，这里究竟有什么吸引他？姬子月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他说，传说这座主峰藏有一种仙术，其威力之大，连圣地都垂涎3尺。仙术？叶凡好奇地追问。没错，姬子月解释道，他之所以被称为仙术，是因为他神秘莫测，几乎达到了仙的境界。这种技能非常特殊，那他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叶凡的好奇心被彻底勾起，他觉得这种传承肯定非同小可。姬子月眼中闪烁着向往的光芒，他说，如果有人能修炼成功这种仙术，那么在某些时刻，他们的战斗力可能会激增数倍，甚至10倍。虽然这种增幅并非每次都能成功，而是偶尔发生，但它的潜在威力足以让任何对手胆寒。在战斗中，如果能够意外触发这种力量，那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还有这样的术法？叶凡非常心动。传说中有一本古老的经书，它并不包含深奥的心法，只记载了9种神秘的秘术，却能与道经、虚空经等仙界经典相提并论。不幸的是，这本古经后来被拆散，9种秘术散落四方，有的甚至可能已经永远失落。有传言说，这座主峰所藏的仙术正是那9种秘术之一，只有9种秘术就能与圣地的古经相媲美。叶凡不禁感叹，这座主峰的传承来头不小。姬子月眼中流转着期待的光芒，说道，希望我们能找到这种秘术。叶凡又问，太玄门只有这种秘术吗？姬子月肯定的点头，能得到一种秘术已经是难得的机缘了。他们面前的景象显得格外寂静和荒凉，主峰下的山门杂草丛生，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仙家之地。不远处的古树上，乌鸦的叫声和振翅声打破了这片宁静。山间小道被野草和荆棘覆盖，显得杂乱无章，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打理了。突然，一位身形弯曲、步履蹒跚的老者从山上一座破旧的殿堂里缓缓走出，开始沿着山路向下走来。你们是来测试的吗？他老眼浑浊道，500年了，传承始终未现，近乎断绝，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。你们来此，也许只能白白蹉跎了岁月。姬子月的笑容甜美，他轻松地走上前去，扶住那位老人，显得既活泼又充满生机，说道，我们不怕，有的是时间来等。他们所在的主峰虽然高耸入云，但上面的建筑大多已经破败不堪，古木倒塌，藤蔓缠绕，院子里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，给人一种被遗忘的感觉。这里都快变成无人问津的荒地了。叶凡不禁感慨，确实如此，传承若不显，谁会愿意来这种地方呢？自然也就荒废了。老人也感慨地附和。就在他们交谈之际，天空中划过10几道神光，向着主峰飞去。叶凡惊讶地发现，其中一人竟是李小曼，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能够驾驭神虹的命权境界修士了。老人看着前方那座繁华的主峰，向姬子月和叶凡提出了建议，认为他们选择这座荒凉的山峰，不如去那里寻求更强大的传承。但姬子月只是微笑着表示，他们对这座山峰的传承情有独钟。老人见状，露出了赞许的笑容，点头称赞他们的志气。他接着说，很好，年轻人有追求是好事。你们应该知道，这座山峰的传承是传说中的9秘之一，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它，并且有所成就。卓峰这个名字就透露出它的平凡无奇，这里没有华丽的景色，没有壮观的气势，也没有灵气四溢的仙根，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。它就像是一片被遗忘的野地，老树枯藤，昏鸦归巢，夕阳如血，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，与仙门主峰的形象大相径庭。山上的建筑破败不堪，瓦砾遍地，
蒿草和荆棘肆意生长，连一条像样的山路都找不到。然而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天空中飞过几道身影，他们看起来都是年轻的弟子，年龄不过20几岁。他们对这座多年无人问津的主峰，今日竟然有人来访感到好奇，于是纷纷降落下来，想要一探究竟。见过李师伯，当中有男有女，他们向老人施礼完毕后，皆打量叶凡与姬子月。前辈要进行什么样的测试？叶凡询问要经历怎样的考验。李若愚，这位看起来身体虚弱的老人是卓峰唯一的门人。他摇头表示，实际上并不需要什么测试，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来到这里，如果他们坚持留下，就已经算是通过了考验。周围的年轻弟子们听到这话，不禁轻笑出声。他们难以理解叶凡和姬子月为何会选择这样一座没落的主峰。他们小声议论，认为这两个人可能是资质太差，无法被其他主峰选中，才会来到这里。他们嘲笑那些自以为是的人，认为他们最终也会无功而返。姬子月尽管脸上涂得像个小花猫，但那双大眼睛却透露出不凡的灵气。他对这些弟子的议论不予理会，而是转向李若愚，请求按照规矩对他们进行应有的考验。老人再次摇头，表示没有必要进行测试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位年轻的弟子建议给叶凡和姬子月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。周围的弟子们轻笑着，似乎对这两位选择捉风的人感到好奇，甚至有些戏谑地提出，也许他们真的拥有仙骨，能够重振捉风的荣光。这种轻松的气氛也反映了李若愚老人的好脾气，即使在其他鼎盛的主峰，弟子们是不敢如此随意插嘴的。老人最终同意了，他步履蹒跚地走出了破败的殿宇。在捉风的顶端，一片开阔地中有9阶玉石铺成的台阶，尽管岁月久远，但玉石依然保持着晶莹剔透的光泽。女弟子们对这传说中的9阶天梯感到惊讶，而李若愚则感慨地回忆起500年前，太玄门弟子们是多么渴望能够踏上这9阶天梯，成为捉风的一员。然而，如今这9阶天梯几乎被尘埃掩埋，昔日的辉煌不在，弟子们对此议论纷纷，语气中带着轻蔑和不屑。他们认为捉风已经没落，不再有人愿意踏上这9阶天梯。老人叹了口气，回忆起过去那些才华横溢的人物，他们以登上9阶天梯为荣耀。姬子月对这种考验感到好奇，他觉得登9阶10阶似乎没什么特别的。老人点头同意，让他尝试。年轻的太玄弟子们半开玩笑地提醒他要站稳，别连1阶都迈不过去。他们似乎不相信姬子月和叶凡能够通过考验。面对这些嘲笑，姬子月并不在意，他轻盈地走向9阶天梯。这9阶天梯由9种不同的古玉堆砌而成，每一层都有独特的颜色和光泽。当他踏上第1阶时，绿色的古玉发出柔和的光芒，他感到轻松自如。第2阶的红玉则让他感到了些许压力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到了第3阶，蓝色的古玉散发出清辉，他的脚步变得沉重，显然考验已经开始显现其难度。姬子月在攀登9阶天梯的过程中越往上走，感受到的压力越大，到了第7阶时，他已经感到步履艰难，汗水淋漓。老人在旁观察，对他能登上第7阶已经感到惊讶，而当他登上第9阶时，他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周围的年轻弟子们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他们原本以为姬子月和叶凡是来碰运气的，没想到姬子月真的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。随后，新丰的长老们得知了这一情况，纷纷前来，希望能将姬子月收为弟子。老人虽然不舍，但考虑到捉风的现状，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姬子月虽然对加入新丰并不感兴趣，但他有自己的打算，于是同意了新丰的邀请，但要求保持低调。至于叶凡，他在尝试攀登天梯时，故意没有展现自己的实力，结果1阶都没迈过就被弹飞了出去。尽管如此，李若愚还是为他说情，希望新丰的长老们能收他为弟子。但叶凡婉拒了，他只想留在捉风。最终，新丰的长老们带着姬子月离开了，而叶凡和李若愚留在了捉风。夜幕降临，新丰在星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神秘。李若愚向叶凡介绍了新丰的传承以及捉风昔日的辉煌。叶凡对捉风的秘术充满了期待，他询问如何才能让传承重现。李若愚告诉他，整个捉风就像一部经书，传承并不在9阶天梯之中，只有当捉风重现光彩，仙气缭绕时，才意味着传承的再现。叶凡对此表示怀疑，但李若愚提到了500年前的一个例外，一位前贤在传承未现时得到了秘术的修炼方法，最终成就非凡。这位前贤临终前留下了12个字：